今年的 iPhone 评测来了，今年的 iPhone 啊，可以说是这几年以来变化最大的一代了。即便是不讲宛如超级 Apple Touch 的 iPhone Air 啊，那标准版呢，这次也违背祖宗决定，用上了高刷。Pro 系列更是终于用上了 VC 均热版，看齐安卓旗舰啊，这简直不像是苹果的风格啊。但在发布会上 ，A19 系列的处理器似乎没有太多的介绍啊，这是不是意味着它只是挤了一代牙膏呢？哎呀，这个你往下看就知道了。这一代的 A19 系列绝对值得我跟你们好好说道。那这期视频呢，我们就从能效曲线、核心架构、散热实测、游戏性能、续航能力、影像升级等几个方面来帮你好好了解一下这代 iPhone 的实际表现。我可以提前宣布啊，这一代 iPhone 就是继 iPhone 13系列以后，接下来几年最强的 iPhone 钉子户。那么话不多说，咱们正式开始。这次的 A19 系列使用了台积电 N3P 工艺制造 ，CPU、GPU 的核心数量都和前代保持不变，所以我们呢直接来看它的性能表现啊。所有对比的机型，强制散热下的 Geekbench 6里面呢，最高频率 4.25G 赫的 A19 Pro 直接跑出了峰值单核4019，多核11054的恐怖成绩啊，成为了第一款单核突破4000分的处理器。不仅仅是局限于手机处理器啊，这是目前所有已知处理器里单核最高的成绩，它也已经超过了自家的 M4 系列。那普通版搭载的 A19 处理器呢，单核也超过了3800分，多核10307分啊。相比较于前代，两者的单核提升了10%左右，多核提升在15%左右。那从峰值成绩来说，这代 CPU 呢算是稳步提升啊。那么能效呢？你说它这个提升幅度，不会是靠猛猛超频干出来的吧？这我们就必须来看看 A19 系列在能效曲线上的位置了。那现在的 iPhone 已经不能有根越狱了啊，所以呢，我们也只能测2个评点。至少 A19 系列这2个点的能效，毫无疑问的干掉了所有前代的旗舰处理器啊。尤其是 A19 Pro 这个11000分的峰值成绩是在12瓦的主板功耗下跑出来的，并没有像安卓旗舰那样上拔到超过16瓦。所以 A19 Pro 的能效非常漂亮，相比于去年的各家旗舰都有明显的代际提升。那 A19 的峰值功耗和性能呢，都比 A19 Pro 低啊，但依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水平。不知道今年高通和发哥的旗舰能不能再给我们来点惊喜呢？看到这样的能效提升啊，我就很好奇它的 P 核和 E 核到底做了什么，它们又分别提升有多大，架构又有什么样的进步？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搬出行业标准测试工具 Spec CPU 2017，来看看新 CPU 有几成功力啊。A19 Pro 的 P 核到底有多强呢？在小幅提升 0.2G 赫的情况下啊，那么 A19 Pro 比起 A18 Pro 整数成绩提升了14%，浮点成绩提升了9%，综合提升幅度呢是11%左右，和 Geekbench 6的单核提升幅度一致啊。那如果我们对比 IPC 的话，它的整数提升了8%，浮点提升了4%，综合提升6%。显然啊，这个 P 核架构是有升级的，但并不是那种革命性的变化。那我们待会儿也会来逆向分析一下它的架构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优化。那我们把它的大核放在我们的能效曲线上啊，你不难看出这颗 A19 Pro 的大核比起本身就已经遥遥领先的 A18 Pro 大核更上一层楼啊。说真的，我不认为目前有任何一颗 CPU 核心能够接近这个水平。这就是 Geekbench 6单核突破4000分的含金量所在了。值得注意的是 ，A19 虽然性能比起 A19 Pro 有一定的降低，但似乎功耗要低得更多啊。那这个呢，其实是有原因的啊。我先卖个关子，咱们稍后再解释具体原因。那 A19 系列的 P 核呢，在我看来只能算是苹果的正常升级啊。真正的惊喜出现在 E 核上。这次 A19 的 E 核频率提升到了差不多 2.6G 赫啊，比前代的 2.4G 赫呢小幅提频。A19 Pro 的小核比 A18 Pro 整数提升了29%，浮点部分提升了22%。更恐怖的是，新小核的功耗并没有变得更高啊，也就是说，这20%多的性能提升是在完全没有提升功耗的前提下带来的。那如果换算成 IPC 提升幅度，整数 IPC 提升了21%，浮点 IPC 提升了14%啊，综合下来呢，提升了17%啊！哇，这个小核到底施了什么魔法啊？那如果我们把这颗 E 核和其他几款 SoC 的小核放在能效曲线上，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今年小米玄界 O1 的 A725凭借着优秀的后端设计，在低频能效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眼看着 A18系列的小核要被赶上了，于是啊，我们就迎来了这 A19 系列的王炸小核。从能效曲线上来看，这代小核的能效简直强到吓人，功耗又低，性能又强，这让我很想知道这个小核里到底做了什么。所以这几天我们仔仔细细地分析了它的架构变化，先给你们看看完整架构图啊。
那这次 A19的小核可以说是一颗完完全全的全新架构小核，它不同于前代的简单超频，这代的小核在核心规模上有了实质性的提升。首先最直观的是前端的解码单元从前代的5宽直接增加到了6宽，那相应的呢，整数部分的 ALU 执行单元也从3组 ALU 提升到了4组 ALU。那这样一来呢，就已经显著的增加了整数部分前后端的吞吐量，也就显著的提升了整数部分的 IPC。浮点部分的 Scheduler 呢，深度明显变大，这次的新架构还把整数和浮点的物理计算器合二为一了。那这样一来啊，如果整数或浮点中单一种类的指令占比比较高，总的可用的计算器数量就更大了。这意味着这时候呢，你就有了更大的乱序执行窗口，进一步提升性能。再加上 ROB、PRRT 深度的提升以及仿存队列的提升，进一步加大了整体的乱序执行窗口。总的来说呢，这颗小核明显比前代的小核规模更大、更宽，吞吐量更高，乱序窗口也更大。因此啊，获得这样的性能提升也就并不意外了。最难得的是，在这样的性能提升幅度下，在频率更高的同时，功耗居然没有上升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水平。可以说，苹果的 E 核在这一代得到了 A14和 M1 以来最大幅度的加强。那 P 核的架构同样也有更新啊，虽然更新幅度没有 E 核这么大啊，整体的前后端规模呢依然保持在了前代的水平。那它的主要变化呢在于进一步提升分支预测能力，仿存单元的队列深度也有显著的加大。那这可以让整个乱序窗口容纳更多的仿存指令，提高了缓存未命中时候的容忍度。那相应的呢 ，ROB 重排序缓冲区和 PRRT 深度也增大了，这意味着整颗核心的乱序窗口的增大。而且这一代 CPU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部分，那就是缓存与内存。这代 CPU 我在测试 Spec 2017的时候就观察到啊，对缓存敏感的侧向提升是非常显著的，所以我们就带着问题测试它的缓存和内存，最后呢果然得到了有趣的结果。先来看看缓存，那这次发布会里呢，苹果提到了 A19 Pro 里 E 核的末级缓存提升50%，那我们就先测试了 A19 兄弟的 E 核 L2 缓存容量。A19 和 A18 Pro 的1核 L2 缓存都还是4颗核心共享4兆 L2， 那么 A19 Pro 的小核呢就直接增加到了6兆的 L2。那除了 CPU 的 L2 增大 ，SLC 大小方面呢 ，A19 Pro 也从前代的24兆增加到了32兆，但 A19 的 SLC 则依然延续了 A18 的12兆啊，那这一刀还是不小的。那在进一步测试之后，我们发现这一代的缓存不仅仅是变大了而已啊。带宽测试当中 ，A19 Pro 的 P 和 L2 缓存部分的带宽也有了显著的提升，并且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啊，就是 A19 Pro 的内存带宽显著要比 A19 高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 A19 Pro 搭载的内存是 LPDDR5x9600，而 A19 的内存呢是 LPDDR5x8533啊。那当然呢，它们都要比前代的 LPDDR5x7500高啊。但显然 A19 Pro 的峰值带宽高不少，这也就是前面说到的 A19 Pro 功耗显著更高的原因了。那总的来说呢，这一代尤其是 A19 Pro 的内存与缓存系统有相当大幅度的提升。那 A19 Pro 这个缓存啊，下料也太足了，这简直就是 A19x3D 啊！这也是 CPU 性能和能效进步的幕后功臣。那如果说 CPU 的提升是平稳迭代啊，那这代 GPU 啊，可真就是大跨步的向前飞跃了。先来看常规测试 3D Mark SNL 里的结果。那所有的对比机型强制散热的情况下 ，A19 Pro 的峰值成绩比 A18 Pro 直接高出了40%啊 ，A19 也比 A18 Pro 提升超过了20%。这是自 iPhone 13系列的 A15 处理器以来代际提升幅度最大的一代。A19 的峰值成绩基本上和8 Elite 与9400持平，而 A19 Pro 则轻松干掉了2款安卓老旗舰。我们来看看完整的能效曲线。那么通过 Xcode 设定不同的 condition， 我们就能画出 iPhone 的 GPU 能效曲线了。那 A19 基本上和天玑9 1004完全重合，而 A19 Pro 则在 SNL 的能效里拿下了榜首。相较于 A18 Pro 与 A17 Pro 的代际提升，很明显啊，这次 A19 Pro 的 GPU 提升幅度相当之大，至少呢已经完全补足了以往 GPU 的短板，终于暂时性的拿下了榜首的位置。但现在高通和发哥的2颗新旗舰也已经箭在弦上了，那究竟谁才是今年的 SNL 能效曲线的榜首？现在可能还说不好啊。但至少啊 ，A19 Pro 开了个好头，这肯定是个好事儿。那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如果说 SNL 里传统光栅化的性能提升已经足够让人眼前一亮了，那 A19 Pro 的光追性能才真正的是史诗级进步啊！刚好 3D Mark 更新了新的光追侧向 Solar Bay Extreme， 那这个测试呢，相较于原先移动端的光追测试 Solar Bay 啊，在光追的比重上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了大量的光追反射、光追透明材质、光追阴影等等啊。那么 3D Mark 官方公布的数字呢，是这个侧向比 Solar Bay 的压力提升了最高5倍之多呀。那这个测试画面呢，显然比 Solar Bay 看起来 RTX 多了，对不对？
那 A19 系列呢，在光追相比的测试成绩，相较于前代的 A18系列，都获得了超过50%的代际提升幅度啊。相较于另外2位对手，它的光追性能简直不像一个时代的产物。考虑到 A 系列处理器的 GPU 架构也要用在 M 系列处理器里 ，Apple 大力提升光追性能也确实是在情理之中啊。那我们再来看看，如果它和一些 PC 级的 GPU 比，表现又如何呢？令人意外的是 ，A19 Pro 啊，甚至在 Solar Bay Extreme 里干掉了 M3啊。非常接近 Lunar Lake 的258V 核显，距离 M4 和笔记本的 RTX 2050并不遥远。要知道，未来 M5 的 GPU 那就是 A19 Pro 的2倍啊，所以这意味着 M5 的光追性能也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幅度，甚至有希望干掉桌面版的3050。这对于 M5 这种轻薄本的 GPU 来说，应该是个非常大的好消息。那 A19 系列的 GPU 这么强，它到底做了什么呢？要知道 A19 Pro 的工艺也不过就是从 N3E 升级到 N3P 啊，甚至于 GPU 的规模也并没有增加。那这样的工艺升级啊，显然是没法带来这种幅度的提升。那么它到底做了什么？其实发布会上的这几行小字就是问题的答案了。刚开始看到这样的提升，我第一反应肯定是它的浮点算力肯定提升了，那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提升幅度呢？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测试，来看看它的 FP32单精度吞吐量。结果很快我就被打脸了。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提升吧，但是这个区10%的算力提升，显然无法带来这样的图形性能进步啊。倒是在测试过程中，半精度 FP16 的吞吐量翻倍了，这个和发布会说的一样。那我猜测呢，这可能是为了接下来 M 系列处理器更强的 AI 能力所做的准备啊。那不仅如此 ，A19 Pro 还有果味 Tensor Core。它的 GPU 也加上了神经网络加速单元，这意味着果味 TLSS 也就是 MetalFX 的性能和效果都有可能得到比较大幅度的进步。但这些都还没能解释为什么这次的图形性能进步这么大。实际上，这里面有相当大的贡献来自于一行不起眼的小字儿，也就是第2代动态缓存技术。在 A17 Pro 和 M3 那一代啊，苹果的 GPU 引入了动态缓存技术。那为什么要引入动态缓存呢？首先 ，GPU 在运行着色器代码的时候呢，要先预估着色器代码的寄存器需求。那 GPU 呢，会根据寄存器需求，在尽可能不溢出物理寄存器文件大小的情况下，多发射线程。但问题是，如果有一个寄存器压力非常大的线程组，那么在没有动态缓存的 GPU 里，调度器呢可能会给这个线程分配巨大的寄存器。但我们要知道啊，光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它并不是一个十分适合并行处理的负载。因为你想啊，假如说这里有一个慢反射的表面，像这张桌子，那光线呢在反射之前可能是平行的，但反射之后它的光路呢就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路径了。那这样呢就意味着它会出现大量的分支。那如果出现了前面说的情况，最坏的可能性就是一个几乎不执行的分支里占用了大量的寄存器，那就造成了非常大的资源浪费。即便你的算力很强啊，你用不上也是白搭。这就是为什么要引入动态缓存。那有了动态缓存之后呢，就可以更精准的预估着色器片段的寄存器需求，根据实际的寄存器压力来动态调整发射的线程组多少，这样就避免了这种安全的浪费了。那2代的动态缓存呢，我们测下来主要就是提升了预估的准确性，进一步避免过于乐观的寄存器分配啊，那进一步减少了整个计算资源的浪费。我们实际使用了一个光追压力非常大的场景来看 GPU 各个单元的占用情况。可以看到，在这个极端的场景下 ，A19 Pro 的光追性能甚至能相比 A18 Pro 翻倍啊！仔细去查看资源占用的情况，你可以看到 A19 Pro 的光追单元占用率比 A18 Pro 平稳的多啊，整体上的占用率也要更高。那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A19 Pro 和 A18 Pro 的 GPU 光追单元本身的性能。那在一个非常简单的场景里，它们的吞吐量其实并没有测出什么区别啊。所以我们估计这次 GPU 光追性能的大幅提升，第2代动态缓存技术绝对是一个幕后功臣。而且第2代动态缓存不仅仅会提升光追的性能，它对整个 GPU 的运行效率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再加上其他方面的改进，最终就得到了一颗规模相比 A18 Pro 变化不大，但性能暴增的新 GPU 啊。那在 A 系列处理器上，这个新架构已经可以做到这种水平了。那么在 M 系列处理器上的潜力啊，可见一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一代 M5 Max 的 GPU 甚至接近5090移动版，也不是什么没有可能的事情啊。那常规的手游、二游啊，显然是不太适合测咱们这个 GPU 的提升幅度了，因为他们大多吃 CPU 啊，使用的特效呢也都比较这个移动端啊。那这颗新 GPU 提升最大的意义，还是在这些桌面级的3A 游戏里。好在呢，已经有很多移植到 iPhone 上的3A 大作了。我们这次就率先测了《死亡搁浅》、《生化危机4重置版》和《刺客信条：幻景》。那这3款 iOS 移植游戏里面呢，《
死亡搁浅，我们通过修改文件解锁画质和帧率，在2340×1080中画质加 MetalFX 性能档位下，前2代的 iPhone Pro Max 啊，不管是 A17 Pro 还是 A18 Pro， 这个帧率呢都勉强接近30帧。那你知道 iPhone 17 Pro Max 的 A19 Pro 能跑多少帧吗？47帧啊，提升超过了60%，这就有点太离谱了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查看功耗你会发现，这 iPhone 17 Pro Max 啊，这么大的提升，也不光是 GPU 本身带来的，散热的释放其实也强了很多，从整机持续5瓦多，一下提升到了整机6瓦啊。那这次新加入的 VC 均热板确实帮了大忙。其他3A 游戏里的提升也很大，你像《生化危机4》解锁原生 1320P 分辨率，中低画质，帧率优先档 MetalFX， 前2代的 iPhone 刚过30帧。而17 Pro Max 这颗 A19 Pro 居然能跑到52帧呢，强得多的 GPU， 再加上 4.7 瓦暴增到6瓦的散热释放，性能可以说直接起飞。包括4颗信条幻景啊，我们甚至可以跑原生的 1320P 分辨率，100%渲染加高阴影，完全不降渲染分辨率。这 iPhone 17 Pro Max 一样能跑30帧啊！这个时候前2代只剩下20帧了，对比下来确实是天壤之别。应该说 iPhone 跑3A 游戏的行为很有趣啊。它不像2游，它会一上来给你干满功耗，而是从一开始就跑在一个相对比较低、比较平稳的功耗下。那这个功耗是编译时设置的一个 condition。那至于分配多少功耗，则是由不同机器决定的。那苹果在定这个功耗档位的时候，我想它就已经考虑到了17 Pro 系列更强的散热，专门定了更高的功耗点给游戏用啊。更优秀的散热加上更强的 GPU， 就带来了 iPhone 17 Pro 系列在3A 游戏里超过50%的性能提升啊！这个说实话已经远远超过了我对它 GPU 的预期，也远远超过了官网所描述的所谓最高30%的性能提升。A19 系列这个新架构的 GPU 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惊喜。那么在更有移动端风味的传统手游里面，这一代的 iPhone 表现又如何呢？咱们先来看看综合压力颇高的崩坏星穹铁道啊。那由于新机首发还没有完成适配，非常高档位的分辨率是1920×883，分辨率调到中呢则是1728×795。那它这次的这个非常高档位啊，是介于前代 iPhone 的非常高和安卓机型的非常高之间啊。那分辨率中呢，则是稍高于安卓的高和老款 iPhone 的非常高。因此，为了可对比性，我们这次把2种分辨率都测了。那为了便于对比呢，我们找来了今年安卓阵营游戏性能的佼佼者，2台1+Ace5系列的手机作为对比。那另外呢，这次 iOS 26还引入了一个新模式，40英电量。我们也会来看看这个模式对性能表现有什么样的影响。先看看中档分辨率下的表现啊，那 iPhone 17 Pro Max 在开启自适应电量下，30分钟的测试基本上保持了满帧运行，但是关闭自适应电量之后呢，后半程就出现了掉帧。那2台小机型呢就没有这么坚挺了。那 iPhone 17标准版呢，最终跑出了57.6帧的平均帧。令人意外的是 ，iPhone 17 Pro 反而帧数更低，只跑出了55.7帧。那关闭了自适应电量之后呢，平均帧提升到了57.3帧。那有 VC 均热版的 iPhone 17 Pro 温控出奇的保守，游戏中全程功耗仅有不到5瓦。没有 VC 均热版的标准版 iPhone 17反而更高啊！那查看机身热成像，不难发现，这 iPhone 17 Pro 明显是热量分布更均匀，但机身表面最高温度在开启自适应电量时呢是41.5度，关闭时更是低的夸张啊，只有40.2度。要知道，机身表面温度对性能释放的影响是巨大的。我完全不明白为啥 iPhone 17 Pro 的温控策略会这么保守，把分辨率拉高到非常高档位，3台新 iPhone 的分辨率介于老 iPhone 和安卓旗舰之间。此时 iPhone 17 Pro Max 平均57.1帧。测试全程的平均功耗来到了5.83瓦，机身表面的最高温度是44度。关了自适应电量之后呢，帧数降低到了56.6帧，全程功耗降低到了5.22瓦，机身表面温度只有42度啊。那 iPhone 17 Pro 在开启自适应电量的情况下，帧数就不如关闭自适应电量了。但是和之前一样，它的机身表面温度始终偏低啊，也是只有42度。iPhone 17标准版在更高分辨率下，同样没有和 Pro 版本拉开差距。同样是更高的机身表面温度和更高的测试全程平均功耗，我本以为加上 VC 均热版会让 Pro 系列的性能释放更好，怎么苹果选择的方向是把机身温度给降低呢？那这个温控策略啊，多少是有点 on the Apple can do 了。那散热性能改善最大的受益者呢，是在压力巨大的5G 游戏测试当中啊。那么在5G 30度的崩铁测试当中 ，iPhone 17 Pro 系列在这里提升巨大。iPhone 17 Pro Max 呢，开关自适应电量都可以跑出52到53帧的平均帧，在比16 Pro Max 分辨率更高的同时啊，帧数还提升了10帧以上。这和安卓旗舰比呢也不落下风，机身表面温度也只有不到45度，这比前代要低不少啊，比2台1+更是要低得多。看对 Pro Max 来说 ，VC 均热版带来的散热提升是很显著的。
那两台小机型啊就会比17 Pro Max 稍微弱一些了，但两者的差距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大。虽然 VC 均热板确实有效的把热量导了出来，但保守的温控策略依然限制了17 Pro 的发挥。小尺寸的机身也是限制散热的重要因素。明朝的测试当中 ，iPhone 17 Pro Max 同样有大幅度的提升啊，比前代16 Pro Max 平均帧提升幅度达到了6帧，测试全程平均功耗跑到接近6瓦，而此时机身表面温度仅有42到43度，这远低于前代啊。显然，这个散热提升很显著，而17 Pro 的成绩呢，依然和17标准版拉不开差距。那这里啊，17 Pro 的温控策略同样是非常的保守，机身表面温度啊，不管是哪个模式，都比17标准版普遍低了1度左右，平均功耗呢则保持一致，最终两者的性能也并没有拉开差距啊。所以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 iPhone 17 Pro 的温控策略如此之保守。反过来想啊，这 iPhone 17标准版还挺让人惊喜的，它的游戏性能可以说几乎和17 Pro 没啥区别。那整个游戏测下来呢，降亮度的频次呢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iPhone 17 Pro Max 基本发挥出了 A19 Pro 加 VC 均热板的实力，但是温控还是比较保守。那至于17 Pro 啊，这个温控策略实在是过于保守了，导致它甚至没能跟 A19 加缺少均热板的 iPhone 17标准版拉开差距。这是我测试之前没想到的结果，不知道后续的系统更新会不会稍微能再让 iPhone 17 Pro 的性能释放出来一点啊？至少在首发版本下呢，这个性能释放水平，我觉得是有点太保守了。那看完了游戏测试啊，这 VC 均热板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虽然整体的温控策略比较保守，但散热的改善你是明显能感受到的。热成像图的热量分布也明显均匀多了。那么我就好奇，这套散热方案的热传递效率到底咋样？于是呢，我设计了一个机身温升曲线的测试。我们在机身表面贴了4个热电偶，分别贴在屏幕正面 SOC 的正上方区域、机身边框靠主板的方向，还有机身背面的上侧，还有下侧2个打游戏时会和手接触的部位。那么我们满载运行 3D Mark 压力测试20分钟，来看看25度室温下机身各个点位的温升状态。咱们直接来看结果啊。先来对比这代散热最好的 iPhone 17 Pro Max 和前代的 iPhone 16 Pro Max。那很明显啊，17 Pro Max 的4个点的温升曲线都非常的平滑，而且这4个点的温度差也比较低。那这一点啊，在热成像图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17 Pro Max 的热量分布明显要均匀很多，而16 Pro Max 啊，你甚至能从热成像图里看到主板的形状啊。那我们仔细分析曲线呢，在测试开始前的3分钟 ，iPhone 16 Pro Max 的边框和机身背面的 SOC 区域的温升曲线非常陡峭，但机身正面和机身下部的温升就非常的缓慢。那 iPhone 17 Pro Max 呢，在这一段下反而是主板对应的正反面温升比较快，整体的温升速率也要比16 Pro Max 低得多。更低的温升速率呢，其实就对应了更大的热容量。你不难看出 ，iPhone 17 Pro Max 加入的 VC 均热板确实显著的提升了整机的热容量，而热容量对于被动散热的机型来说，就意味着更强的散热能力。那么这台 iPhone 17 Pro 系列的内部结构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它的 VC 均热板似乎看起来也不大呀。实际啊，仔细我们来看看这台 iPhone 内部的结构，它的 VC 均热板布置方式还挺特别的。VC 均热板呢，从机身上部的主板上把热量传导出来之后，在 VC 均热板的外边呢，是一块用激光焊接的铝板，热量从 VC 均热板上被传递到铝板上，而这块铝板又和 Unibody 的铝机身连接在一起，热量继续从铝板上传递到整个机身啊。而 VC 均热板上本身的热量呢，还会传递给屏幕这一面，于是热量就从 SOC 当中被分配给了整个机身的各个区域，可以说它的整个机身都扮演着均热的作用。所以说它的 VC 均热板其实特别像塔式散热器的热管，整个 Unibody 铝机身才是真正它的散热片啊。那我们来对比一下 iPhone 17 Pro Max 和安卓阵营性能非常优秀的代表机型1加 Ace5 Pro。那在测试开始的前3分钟呢，两台机器最热的位置都出现在主板正反面的点位上。但很显然啊，1加 Ace5 Pro 在一开始的功耗调度上呢，就给的很激进。在测试进行180秒的时候呢，温度最高的机身背面上部区域和温度最低的机身下部区域这2个测温点，此时的温差已经达到了将近10度啊，最高点此时已经42摄氏度了。而 iPhone 17 Pro Max 的最高温度区域呢，出现在屏幕正面对应主板的区域，和最低的背面下部区域温差是6度啊，这时候最高点的温度是35度啊。你可以看到两者的性能释放方式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在测试的后半段呢 ，Ace5 Pro 已经开始触发了50度的机身温控保护，那它会先尝试顶到50度，然后呢降频降低表面温度，反复去重复这个过程，来逐渐找到热平衡。而 iPhone 17 Pro Max 均匀升温啊，直到20分钟测试结束之后，机身稳定在正反面主板区域43度，边框和机身下部区域呢40度左右的程度。Ace5 Pro 则是逐步稳定在47到48度的位置，实现热平衡。不难看出啊，两台机器的散热能力都相当的出色，基本上都已经用上了机身的每个区域来分担 SOC 的热量。
但不同的是呢，两者的调度策略完全不相同啊。iPhone 是随着机身温度的升高，逐渐降低发热量，缓慢地达成最终的热平衡，而 A45 Pro 啊，则是用更粗犷的 PID 调节逻辑，去一步一步地逼近最终的目标测试温度。那我们其实这次也测试了前代大大小小各款 iPhone 的温升曲线和 X200S 的温升曲线，那这部分的篇幅已经太长了，那防止大家睡着呢，我就把曲线贴在这里。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你可以自己来截图分析分析。那反正总体来说，iPhone 这套 VC 均热板加上激光焊接铝板，再加上 Unibody 一体铝机身的方式，确实散热能力非常出众。这个散热系统设计让我想起了华为的 Mate 60 Pro 啊。苹果的 VC 均热板的初代产品呢，并没有选择去卷 VC 均热板面积这条路径，而是去做了一个整套的系统级散热方案。那机身散热的能力基本上已经赶得上目前的主流安卓旗舰了，这本身就是让我非常惊喜的。这次 iPhone Pro 系列在性能、散热和形态上的升级，差点让我们都忘了啊，它的电池其实也已经更大了。iPhone 17标准版这次的电池容量比 iPhone 16标准版微增了100毫安时出头 ，Pro 系列的两款机型电池容量提升要更多一些。小尺寸的17 Pro 提升幅度最大啊，增加了400多毫安时容量，来到了3988毫安时。17 Pro Max 呢，则是小幅增加了138毫安时，达到了4823毫安时啊。但是很可惜的是，由于国行版要留实体 SIM 卡槽，所以这个电池容量相较于美版呢是有缩水的。美版的电池容量会比国行版再大一些啊，但反正这和我们也没啥关系啊，所以咱们还是来看看国行版的续航表现吧。那么 iPhone 的续航能够补足短板，追上安卓旗舰吗？我们这次又对续航测试流程做了升级。在今天的评测里，首次带来了极客湾 5G 续航测到死 3.5 版本。相比较于我们上半年的 3.0 测试，我们的压力明显变大。我们不仅引入了高德地图 GPS 导航环节，还大幅加快了机械手的运动频率，并且呢将滑动方式改为了抛滑，那这样可以更接近人手的行为。与此同时呢，还把屏幕亮度提升到了400尼特，把 5G 信号发射端的强度呢又降低了10 dB， 而且全程不插任何后台，全程连接蓝牙音响。这样一番加压之后啊，我们所有的机器续航都已经有了明显的降低啊。iPhone 16 Pro Max 从 3.0 版本的8小时34分钟，已经降低到了 3.5 版本的7小时38分钟。小米15呢，从9小时33分钟大幅缩水到了7小时58分钟。那对于重度使用的同学来说，我们这个 3.5 新版续航标准有没有更符合大家的体感呢？好了，那么言归正传啊，这新一代 iPhone 的续航表现到底怎么样？可以说啊，还挺给力的。像大家最关心的标准杯 iPhone 17，它可以坚持7小时21分钟，这比 iPhone 16长了整整1个半小时啊，几乎已经接近上一代 iPhone 16 Pro Max 的续航了。甚至它比电池大得多的 S25 Ultra 还要再长一些，和同为小屏的小米15离得也不远啊。这个标准杯啊，真是相当的不错。而另外两台17 Pro 和17 Pro Max，它们的续航也都挺不错的。17 Pro 坚持了8小时36分钟，远强于前代更大的 Pro Max 的同时，也强于屏幕更大的小米15 Pro。但比起硅碳大电池的小屏 X200 Pro Mini 和 Find X8S 啊，还是要稍差一些。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代17 Pro 算是彻底解决了小尺寸 iPhone 的续航焦虑问题啊。而17 Pro Max 呢，则是跑出了9小时27分的优秀续航啊。这个成绩啊，哪怕放在安卓阵营里啊，都算是很亮眼的，甚至不逊于很多6000毫安时以上的机型。如果你去纵向比较3代 iPhone 的话，去年的16 Pro 相比15 Pro 那是稍有提升，而17 Pro 呢相比16 Pro 直接长出了2个半小时啊，这简直就是 iPhone 历史上续航进步最大的一代啊，这比13香那代还要狠呐。那有的同学会关心，这个新系统的自适应电量模式会影响续航吗？那其实我们在拿到17之前就已经在上一代机器上测了，这续航基本上是没区别的。这个呢其实是挺让我们意外的。不过吧，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今年的安卓旗舰，怕是个个朝着7、8千毫安时去了。那届时 iPhone 还能不能打赢国产新机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我们接下来稍微浅谈一下 iPhone 17系列的影像能力啊。那这次呢 iPhone 17系列终于全部用上了4800万像素的传感器，但标准版除了缺少长焦之外，主摄采用的 sensor 也和 Pro 系列不同。从滚动快门的速度当中可以初见端倪啊。和16 Pro Max 相比，可以看到超广角和主摄两代 Pro 拥有完全一致的读出速度，但长焦模组的 iPhone 17 Pro 这颗更大尺寸的4倍呢，其实读出速度上是要稍微慢一些的。当然呢，这是跟 iPhone 自己比啊，在传感器读出方面啊 ，iPhone 啊是领先于几乎所有的安卓旗舰的。
除了读出速度以外，动态范围测试也验证了这一代 Pro 的超广和主摄两个模块呢是完全沿用了上一代硬件的。那这部分的详细测评，大家还是期待一下我们即将登场的2025年度影像旗舰横屏吧。今天我们的重点还是来关注一下 iPhone 17 Pro 系列的新长焦。那这次 iPhone 的长焦倍率从上一代的5倍变成了4倍，等效轴距100毫米。表面上看呢，这是一种退步啊，实际上呢，这次17 Pro 的长焦进步还是很明显的。我们基于肉文件的 MTF 测试啊，可以看到长焦端的分辨率从原来的不到1000线，已经提升到了1200线啊。当然，大家日常可能使用更多的还是标准模式啊。那么可以看到呢，有4800万像素的加持 ，iPhone 17 Pro Max 在锐化痕迹更轻的情况下，依然做到了相比16 Pro Max 更高的分辨率。不过本身这里的 ESFR 标版测试就会比较容易受到锐化操作的影响，所以非肉格式的数据呢，只能用来作为一个参考，而不是严谨的测试结论。所以我们也准备了一组实拍对比啊，你可以看到17 Pro 在4倍缩放到相同构图的情况下，那对于细节的表现都是比16 Pro 的5倍要优秀得多的。那这个并不意外啊，真正的意外是在相同构图的情况下，这颗 ISA 的8倍的长焦啊，比前代5倍的这个光学焦段的画质还要好一点。我不能说这个长焦有多好啊，毕竟它的细节表现是打不过那种像 X200 Ultra 这样的长焦镜头的，只能说之前 iPhone 的那颗5倍长焦实在是太菜了。除了显著进步的长焦，这次伴随着 iOS 26的更新呢，还带来了一个叫做珠光的风格啊，我愿意把这个风格称为佳能模式。珠光这个影像风格极大程度地改善了 iPhone 在人像肤色方面的表现。原本标准设置下的肤色非常暗淡干瘪啊，选择珠光风格之后，立马变得白皙了起来。而且原先有点蜡黄的肤质啊，现在也变成这个冷白皮了。好消息是，这套方案呢，伴随着 iOS 26的更新，也已经同步给到了除了16亿以外的其他 iPhone 16系列，但是更早期的机型就不再支持了。不过想要后期更换摄影风格的话，你得把格式改成 H1IF。那如果你日常用手机呢，更多以拍人为主啊，其实你就可以选择保持常开这个珠光色风格了。我们也简单试了一下啊，对于日常拍风景来说，这个颜色表现也没有什么明显翻车的情况。但要说这次的明星啊，还得是这颗前置摄像头。iPhone 17系列采用了一个比较罕见的方形传感器做前置，从而实现无论是横握还是竖握手机都能自由选择拍摄构图方向，取景视角也变得更广，从原先差不多23毫米的视角扩展到现在20毫米的视角。而且这意味着不管你横握竖握，它都不影响构图，这简直是漫战机油神机啊！那除了画幅之外啊，这次前置摄像头的画质也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强。那我们通过 ESFR 标版测试不难看出啊，在直出状态下，它相比较于16 Pro Max 的前置镜头 ，iPhone 17系列的这个前置锐化力度明显就更轻了。但是反而呢 ，MTF 50分辨率的成绩还更高了，这意味着它的皮肤表现也会比之前明显更自然。这对于喜欢自拍的同学，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升级。但这颗前置摄像头呢，也有它的问题啊。这么好的一个方形传感器，你苹果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全像场的模式呢？最搞笑的是，我在前置摄像头界面选择1:1比例之后啊，它居然给了我一个横竖2个4:3叠在一起相交的那个部分啊！不是哥们儿，这方形传感器我是怎么用都用不全是吧？关于这点呢，我有一个猜测啊，我怀疑是这颗前置超广的像场呢，其实并不能够完整的覆盖整个方形 sensor 的范围。那4个角呢，有可能是暗角，或者说边缘画质已经严重劣化了。那如果你横竖呢都裁切4:3，那这就意味着啊，最边上这4个角啊，反正你怎么样都不会成像，这样就避免了像场不够引起的画质下降。但愿事情不是我说的这样啊，我真的非常希望苹果能够给一个固件，让 iPhone 17系列更新一个 Open Gate 模式来打我的脸啊，那这样我肯定会更喜欢这个前置摄像头的。那其实啊，这代的 iPhone 还有一个更 Pro 的地方，就是在视频领域啊。但我想这个部分呢，应该是没有人比影视飓风的 Team 他们更专业了。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影视飓风了解一下 iPhone 17 Pro 这个 Pro 在影像行业的含义。好了，这期 iPhone 17系列的评测是我们有史以来做过最详细的 iPhone 首发视频。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个视频会不会延期啊，但我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带你深刻了解这代近年来变化最大的 iPhone 到底表现怎么样。这代 iPhone 的产品定位啊，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我可以说 iPhone 17 Pro 的 Pro 和 MacBook Pro 的 Pro 终于是一个含义了。而 iPhone 17终于做好了那台最适合所有普通用户的真正的标准版 iPhone 啊。A19 系列 GPU 的巨大提升，更是让我非常期待 M5 系列芯片的表现。那么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了。这个月我们还会有非常多的新品评测在等着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等我们下次更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